好，今天赖清德总统邀五院院长新春茶叙，那赖清德说希望呢化分歧为团结，那另外呢，赖清德也说政府会马不停蹄继续打拼。那另外呢，而且呢说感谢韩国瑜，因为人未到声先到，嗓门很大，大家还没到就恭喜啊恭喜啊，声音就先听到声音了。说呢在台湾在 Formosa 没有仇恨是放不下的任何时候当然不是敌人嘛也不是仇人。那给他们吃什么呢？说花生仁的糖然后呢枣泥核桃然后呢金桔茶说呢这个都是好事啦，好事发生以和为贵然后呢吉利圆满大吉大利韩国瑜就说你们不要化骨的这个化骨绵掌。那赖清德说呢，我没有练过化骨绵掌，我会九阳真经。那你练过九阳真经，九阳真经也没练过，那什么东西啊？好吧，总统他也说呢，希望把不适合的事情都搁置了。林左水有意思，林左水说你搞什么说今天邀吴院长闭门茶叙，干嘛闭门呢？这不是什么秘密帮派，又不是做什么偷偷摸摸、偷鸡摸狗的事情。吴院长来，大家开大门走大路，喝个茶，大家讲个吉利话。对不对？也没有讨论什么很秘密的事情，变成一个秘密仪式是举世所有国家没有这个事情他说真神秘所以林左水很有趣他说呢这就是不正常国家这个时候呢不独不统的现状大杂烩的宪政体制的现状。逃不了的现实就是很奇怪嘛，真的我也觉得开他们招了有什么关系？也不知道讨论什么私下讨论什么东西韩国瑜说呢，他邀请赖清德到立法院做国情报告，他说赖清德愿意，朝野呢会统问统答，因为民进党最讨厌就是一问一答，统问统答会对总统有礼遇。以前李登辉到国民大会也是这样嘛，大家问完了他就回答，他不回答你也没办法。对，你问10个问题，他可能回答7个8个就一次回答完毕那总统府说。如果是合宪，我们就欣然前往。到时候搞不好又给你讲这不合宪那另外呢，这个联合报的评论就是说呢，要解什么僵局先实践总统的宪政责任。你总统你有很多宪政责任嘛，譬如说依法要提名大法官要提名检察总长要提名这个监委NCC 委员等等都你要做的对不对？你都不提，摆在那个地方也不协商，很多事情你有宪政责任嘛。而且宪政责任，说实话，让这个五院之间能够和谐相处，能够运行，也是总统的责任我们看一下。应总统邀请，这一次立法院长韩国瑜答应出席五院院长茶叙，终于进入总统府内。韩国瑜院长人还没有到，声音已经先到了。用一个话字来点出今天茶叙的方向，就希望朝野。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赖总统肯定韩国瑜用话字点出茶叙方向，更准备核桃糕盼朝野和谐，延续这步调。还有行政院的新春团拜，行政立法两院也必须要化解过去存在的一些很多的障碍，盼能在新的一年朝野注入新气象。只是主院长忧心的还有川普全球15%关税。那前天我们从下午3点直到晚上的10点开了一个7个小时的会议，美国的大法官的判决对于我们的已经谈好的 MOU 跟232的最优惠的这个待遇并没有改变。喊话谈判团队家族玛丽更强调有充分掌握资讯，因为第一时间卓荣泰发文更晒出会议桌照，表示针对关税新局进行推估分析盘整。而总统赖清德也表示会带领台湾安稳度过变局，持续大步向前。只是国民党就质疑为何赶在判决前签订台美关税协定。赖清德总统欣然接受，愿意来立法院做国情报告。当然，在方式上将会采取同问同答。面对川普关税变局，朝野对立不减反增。2、3，
我觉得他们非常的有趣啦，可能是在过年前看很多的金庸小说，他们都是一句来就进去的，一下子化骨绵掌嘛，这是九阳真经。那可是其实这两个武功其实是没有办法都在一起的，因为一个是元朝，一个是清朝，所以基本上其实是没有任何交集的。但我觉得今天的这个茶会，让大家觉得好像产生一点交集啦，因为最主要是大家就五院院长坐在一起，其实很难得，因为过去大家要一起坐下来，第一是时间上不一定都得拢，那第二是大家的议题可能也许大家的在意的事情也不太一样，那这是大家一起坐在一起提出各自的诉求，那我觉得非常好。那我觉得无论如何，像韩院长这样子高度很高，然后他也是也抛出他对于这个立法院的期待，那我觉得只要有沟通有对话就是好事。那因为台湾也只有一个，大家在同一条船上就是要一起向前走。那我相信总统在这个他本身也很大气啦，我相信在这个合宪的前提之下，他也一定会愿意走到立法院来跟全民来做一个报告。来吃饱。我要提一下啊，从立法院啊，这总统是原来到国大代表去做报告，然后国大代表就是统问统答。我当过国大代表啊，就很清楚，前5个人讲完，然后呢，他一次答，他也可以不要答，他挑你们5个人，他只回答2个，其他3个他不回答，也都可以。以前是这样子，那把这个宪法这个机制搬到立法院呢，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总统来过哦。所以赖清德要很珍惜这一次的机会，对他来讲是他有一定的高度，宪政高度，在写历史啊。就等于说中华民国宪法修宪以后，等于增修条款之后，第一位中华民国的总统来到立法院，这是什么意义啊？这是非常高的高度哎，他的高度就高过于过去的什么历任的总统，蔡英文也好，这个陈水扁也好，马英九也好，是这样的一个味道，所以他要珍惜。那所谓的违宪，他们一直讲，他还没有说他要来。你看那中文奇怪，发言人怎么这样讲呢？他就说我们都同意了，他说合宪的情况都可以。那什么是违宪？因为大法官都解释过，一问一答是违宪，那同问同答就没有违宪了。所以我觉得今天来讲，这是好的开始。我们要同意好的开始，那就是说什么？说我们不是要挡军购，一定要照这个民众党的版本，国民党也会有版本，我们就一起来审。但是你总该来说明，再来总预算，我再回过来总预算，你就把那个军人加薪的承诺一下嘛。我们审完预算，你给他加回来，这个东西都是卡在赖总统。那今年来讲，他点头，我觉得这不简单。那也不要说事缓则圆，事在人为，他不要斗性那么强，台湾可以往前走啦。不过到现在为止没一个总统到立法院报告过。以前呢，不管哪一党，这跟政党反正哪一党都一样，总统要来的时候，立法院就不给他来；立法院要来的时候，总统就不来。从来没有说合在一起的。是啦，今天我也认为赞成宝哥的说法，就是这是一个好的一个开始啊。所以说5院院长闭门会议也不见得不是不好啦，就是说你们有很多东西，不然麦克风还有那些什么电视摄影机这样一照，每个人都不能讲出太多自己内心的话。那现在如果能够达成一个总统愿意统问统答，我个人觉得，如果总统对于可以达到这个目标，对赖总统不是只有历史定位，对我们来说也是个很大的挑战的。赖总统已经当过立委啊，他很清楚怎么样回应这个官员之间彼此间的攻防啊，他今天都愿意来，那请问他来，那请问他所要求的这些事，我们能够不同意吗？这反而是我们在野党的问题，对不对？他如果说军购的问题，然后呢，大家同问同答，他已经符合他的承诺了，反而是变成压力在我们这个身上。那我们是不是对于他所讲的东西，可以跟当初的承诺一样，我们反而就是好好的审？所以这些东西都有他自己的利弊啊。我反而是对于昨晚他说他们昨天开了7个小时的会议，对于美国的所有的状况都充分的掌握。我说实在的，那一次去参加这个所谓的川普的就职典礼，韩国瑜院长带队，我们真的跟很多美国真的是非常国安单位高层的人去做过很多，名字不能够泄露，但是我只有一个想法，他们连最高层核心的人都说，总统有些时候最后要做什么决定，我们这些幕僚都还不知道，他们都不知道的，我们远在台湾，还告诉我们掌握的7天可以完全充分掌握吗？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我要画上一个非常大的问号。这是我说的，很多事情不是大家不愿意面对，好好把话讲清楚，厘清清楚，不要只报喜不报忧，这样才有办法，因为朝野彼此之间的信任，才有办法让台湾共同推向前去了，真的。不过基本上了本来总统到国会去，对总统来讲是一个好机会，可以表现啦但是呢，他也该不该去是该去，为什么？你们现在都说宪法总统的权责叫做国防
叫做什么就国防、外交、两岸。那行政院长国防、外交、两岸都是听总统的啊。那行政院到国会来，国会有问啊，两岸为什么今天搞成这个样子？谁来回答？你问行政院长，行政院怎么回答？你问什么陆委会主委，他怎么回答？所以你总统既然有国防、有外交、两岸，你有这样的权利，有权利就要得负责任嘛，就得说明为什么这样，就应该被他质询才对，不是这样子吗？休息一下再回来。李四川新春呢，第一次公开他的行程啊。那他说拜托新北的乡亲，让他回新北去服务。为什么呢？他做过新北的副市长在新北很多年哈。他当时在新北的时候，跟里长啊，跟这个地方的这个区长啊，跟这个选民都处得很好，跟议员啊，甚至跟在野党的议员其实都处得不错啊。那另外呢，记者就问蒋万安说啊，你舍得李四川走啊？蒋万安就说这是开工第一天，今天问这个有道理吗？你哪壶不开提他问这干什么呢？李四川说，到底将来蓝白怎么和，党部处理我不管，这也不是他能管的。对。但是呢，我的对手是我自己。这回答讲得很好。我的对手，不是他们，是我自己。因为呢，怎么样提供新北最好的建设，让人民安居乐业，才是我最重要的考量。所以我的对手是我自己。事实上，我们常常讲你们这些现任者选举是没有对手的，对手是你自己。现任者没有对手，为什么？英文叫做 one runs against 他的 one's own record， 他对他自己的记录，他的对手他自己的记录，不是对别人。你记录好的话，对不对？你记录不好就很惨了。那李四川因为在新北也做过副市长，他有他很多的记录，对手是他自己。另外将来要做什么？那另外呢，他也不排斥跟黄国昌全民调决胜负，但是他说给党部做决定。那另外呢，黄国昌也讲，我看今天接受访问，他说如果他三角都，他可能是选不上的。你三角都结果一个可能是这个苏巧慧渔翁得利嘛，一种是还是李四川当选，就像当时蒋万安选台北市，黄珊珊也来选了，蒋万安还是赢了。但是他说他可能他选不上，但是他说就算他选不上，他的民众党的议员通通选得上。这是有可能的，因为民众党议员提名也不多嘛，有个母鸡带头，所以呢，到底将来会怎么样，可能还要协商。而且呢，他说等到国民党征召，国民党还没有征召李四川征召了以后，他们要推共同政见，有的时候我不选，但是我的政见你采纳，我的主张你采纳，也可以啊。就像我选台北市长，虽然没选上，后来我很多的政见市政府都采纳，包括现在台北市那个直线公车有没有棋盘式公车，很多都采纳了那另外呢，这个黄国昌说呢，合理预期国民党会掌握多数县市，因为现在也是这样嘛。他说国民党3月第2个礼拜征召李四川，黄国昌比我们都还清楚，当然他们在真的有协商了那李乾龙国民党副主席也做过3重市市长，他说呢3月要征召李四川。然后先找了李四川，再跟黄昌整合，进度一定是这样子嘛那另外呢，江启臣送给李四川太阳饼，记得那时候学运的时候，他进攻行政院，行政院那个秘书长、副秘书长太阳饼就被偷吃掉了，台中太阳饼很有名的那说呢，太阳饼江启臣送李四川，说把台中的太阳带到新北那李四川送给江启臣一个铁锤，好好的建设，好好的建设。我们看一下。今天进来发现，李副市长的西装更好看，更显年轻。台北市议会新春团拜，市长蒋万安开口就是称赞。这3年来，我本来只答应市长来1年，结果他说1年半，结果骗我加倍变3年。那现在又问我西装从哪里买，他从来都不买西装给我穿。或许是副市长李四川最后一次在北市的议会团拜，跨党派议员们祝福满满。祝福你在未来事业有成。明年新春的时候，也许我们可以考虑双北一起办团拜。蓝营议员们的期待当然希望2026选举，蒋万安、李四川联手一起拉台。相较其他选区，国民党内新北人选总算底定。李四川年前才说预计2月底辞职，3月投入新北市长
场选举，蒋万安的复杂心情难以言喻。我们觉得什么呢？今天是开工第一天呢，你就问我这个问题，这刚不斗笠啊！我想有进一步消息就会跟大家报告。整天要蓝调调，不管我到哪里去，原则上台北市政府还是我的娘家了。你们要我继续把它蓝调调吗？你看，两人再次隔空放闪，但新北这局还有蓝白整合这关。你说我们有没有委屈，或者是有没有，并不是符合台湾民众党的最佳利益。我老实讲，有新北市，如果萨卡都，我可能不会上。我们的议员全部会上。有机会我才跟郑主席讲，我说我们愿意这样做，但是有时候我就看不懂，就是你们在干嘛？应该不至于啦，我们两边的沟通都非常的畅通的。为了大局，多少委屈，就是不想再重演2年前的蓝白破局。来，伟山，新北市议员怎么看？新北市长？黄国昌看来是很想要和啦，以他刚刚在直播上面讲的。那川博他出现，其实在我们的意料当中啦，其实并不意外。那过去他其实在新北也耕耘非常久，那只是说到底蓝白在这一局新北到底和还是不和，那当然是要好好的思考。因为其实新北本身板块就是蓝大于绿，大概蓝比绿大概多了10%左右，所以你今天要和的话，那当然黄国昌要有一定的能量。如果今天是柯文哲的话，基本上让我觉得和的可能性就很大。可是大家有需要去买黄国昌的单吗？这可能就是另外一个问题。那因为黄国昌他本身当然就是变来变去的嘛，变色龙。那这个合体之后，国民党势必要换一些东西给他。那换什么？换副市长吗？还是要换什么样的位置给他？那这个交换划得来吗？那当然这是国民党去思考的问题。那川博当然他有他的本身的魅力，那毕竟基本上他也是一个算是公务员这样去起家。那我们会看到他也做过很多届的这个政务相关的工作，那所以他有一定的基础。那在整个新北市，其实基本上虽然看起来好像现在才选战刚开跑，但其实我自己在新北还蛮常遇到他的，在一些工会活动上啊，在一些这种地方的活动，其实都有看到他出现。所以我相信他也是默默的鸭子划水很久。那当然就是只待这个国民党征召。那当然征召之后，我相信他在国民党应该会很快去聚集一定的人气。那所以最终还是到底蓝白合还是不合？那国民党到底要让出多少席的议员给这个民众党？那我觉得这可能是未来他们要思考的问题。国昌已经清楚讲了，就是说萨卡都他可能不会上，而且他已经讲说他一定是后来跟李四川讨论完是组成一个一定能够赢的最佳的这个团队嘛。好，所以一定是蓝白合，一定是一个人，他自己不会当副市长，一定他自己，而且他说，就是说我当然我争取，就是说国昌是说我有机会我来选这个市长。那如果真的民调输了，他说他连副市长都不会当嘛，因为他还是我们党主席啊，他全国还要很多辅选嘛。那最重要是刚那句话，在新北蓝白一定是合的，而且这个人透过民调之后，他是一个最强的人。好，这个是一个最清楚的一个定调了。我跟李四川也认识大概20几年，我从中国时报在跑那个马英九市政府那时候，他那时候是公务局的那个公务局的养工处的处长嘛。我对他印象很深刻，是他后来到了新北市以后，我常去看他。我其实他有2个很重要的特质，在当新北市长的时候，他从来不收布。每次我跟他聊到什么很棘手的问题，政治上的啦，什么那个市政上一些问题，他从来不讲布。第二，他马上去解决。而且他的基层非常熟悉，你只要到新北市去碰到什么里长啊、什么民代，每个人都跟你讲，他跟李四川是很熟的，而且他的业务，你只要碰到问题，他帮你解决。可是他真正发光是在什么地方？是韩国瑜找他当副市长的时候，他在高雄的时候，真的把那个路屏做的是非常非常好，路灯都亮了。那个高雄市民，你去问，那时候整个都起来。那当然现在又登了一个高峰，到了台北市，他帮蒋万安的时候。你看，连那个辉达那个总部他都弄好了，等于是撑住整个那个蒋万安整个高知名度。那我觉得这次如果后来李四川在新北市又出现的话，国民党这次在整个年底这个选举就双箭头了。蒋万安跟李四川，这个对整个那个在野党是有很大帮助，对国民党、对民众应该都会有一个非常大的3箭头，还有柯震，还3箭头的。不过真的要从高雄上来。不过新北的李四川跟苏小薇都是韩国瑜从高雄啊，记得吗？对，不，新北的李四川跟苏小薇都是屏东人啊，所以不管是怎么样，都是屏东人赢，好不好？那也是还是屏东人。对，所以我觉得李四川哦，他真的过去在这个新北当副市长的时候，就获得非常多里长的称赞。我那时候选过，我很清楚。
楚哦，他们这个基层对于这个传备啊，真的是非常的肯定。那我们也希望这个他跟万安彼此之间的效应能够延续到我们这个高雄过来啊。我就是心里在想，到时候请韩国瑜跟李四川联袂，然后一起到这个高雄来，对很多人来说，这会是一个可以让大家再回忆起这个李四川他在这高雄这个路平水沟通的这样的一个政绩哦。不要看是非常基础的，那李四川就是他每次都说他口才不是很好，但是大家可以思考一下，政治真的都只需要靠口才吗？如果一个口才不是很好，却可以努力做事，都共推啊，给他共推爱郎，可以因为这样子，然后可以登上这个新北市长的宝座，我觉得对台湾政治史上来说也是未尝不是一个新的一个契机啊。所以我们只能说李四川联手，然后双北一起把这个外溢效应哦扩展到我们南部来。我想在2026绝对是打一个团体战、积极战，因为唯有这个样子，我们才有办法来抗衡，真的是来抗衡民进党这么大的人脉、钱脉跟经脉。我觉得这是我们唯一最好的一个方法。那刚才赵大哥说啊，人选举是跟自己的记录来选举，好，那李四川的记录是什么？如果他来做呢，你保证路会通，保证灯会亮，保证水沟会清，但是呢，你可能看不到他会戴有颜色的假发，就是他不会每一次就出现一个粉红头发或出现一个蓝头发，就是因为他很简单，他在台湾现在很喧嚣的，大家很务虚的，好，很不务实的政治文化里面呢，他是很难得的给你做基础工作的人。那新北市他登大人，整个新北市从台北县升级到现在10几年过去了，它其实进入一个建设高峰期呢。它整个很多这种细节建设，整个城市脱胎换骨的转换，很需要一个这样的务实的人。因为当你硬体建设都完成的时候，你要黄色头发、绿色头发什么的，现在就是 AI 一个技术按一个键的问题而已，嘿哇干单呢？对不对？可是呢，你一样路不平啊，一样灯不亮啊。现在高雄就是这样，现在连垃圾都不能清，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这次柯志恩大家对他有期待？因为你连垃圾都到处乱倒，然后你都找不到。现在是有这个无人机科技，是有 AI 技术，是有什么的时候，你的城市治理可以到那种程度。所以我觉得李四川在新北的出现，不是对新北市来说，是对整个蓝营全台湾的选情都会一个振奋，对高雄市的选举也会有影响，因为对照组出现了。就南部有一些县市，他们民进党特别讲说啊，国民党都把钱放在北部，南部缺乏。国民党不是把钱放在北部，在早先国民党没钱，钱都放在台北市、台北县都没有。你不要看基隆河、淡水河，因为水会淹上来，堤防嘛，台北市的堤防都比较高，台北县的堤防比较矮，所以一淹水后，水就淹到台北县那边去了，已经就是这样。为什么？整个国家就是很穷嘛，就这么一点点钱，那他当然要建设首都啊，一定那个时候这样啊。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说哦，北部建设很好，南部很好。我告诉你，新北从台北县到新北市，新北还有很多地方建设还是不行的，那个路啊，那个什么，哎，这个还差很远的。所以为什么他们喜欢李四川区？因为新北很多地方还是需要建设，建设对新北还是非常重要的。休息再回来。好，除了新北以外，嘉义蓝白会合体吗？柯文哲去访问大天宫，翁寿良同框，所以张启凯要选，欧寿良要选，两个站在柯文哲左右边，是不是能够整合呢？大家就会在想这个问题。柯文哲说，嘉义市长蓝白一定会整合，绝对不会出两个人，但是呢，这个翁寿良他说呢，他是蓝营的，他要参选到底。我不会下架自己的看板，因为看板已经挂出来很久了，7月就看板就挂出来了，1年多来持续挂出好几波的宣传看板，所以我不会自己把自己下架。竞选服务的租金呢，一直交到今年年底了，而且原业就开张了，竞选服务处了，所以我一定要参选到底。那这个翁寿良是国民党参选人，翁寿良医师了哈。那他说呢，到底是怎样？他说我只是应
民众党邀请跟柯文哲一起参拜大天宫，到底会不会蓝白合？中央去谈吧，中央去谈吧，那民众党现在拼大新竹，说竹北市也变成一级战区，因为他现在的新竹党部的主委邱成元原来是代理市长了，那他到底会怎样？他会不会去选竹北市？所以他说我要找出最强的参选人去选竹北市，到底怎么？我们看一下。初六午后，在清水祖师庙，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跟许久未露面的前立委蔡碧如一同帮自家嘉义市长候选人张启凯站台。这柯蔡同框久违的场景，让支持者很感慨，还说这才是最团结的民众党。不过这回在南下嘉义市，柯文哲可是有任务在身，要拼啊，全力以赴啊！好 ，OK， 还有没有？我们后来一定是整个蓝白一组了，欢迎加入我们的团队。OK， 来，握手来，哎呀，这画面火药味看来有点浓，毕竟蓝营顺利整合成一位参选人，亦是翁寿良要战嘉义市的决心不可小觑。那翁医师因为他们家族长期在嘉义地区行医事实上跟基层，然后还有社会各界都有广泛的连结。他认为医师从政，事实上就如同柯 P 一样，可以带来很大城市进步的空间3月上旬，然后会进行征召，欢迎主席来嘉义，来继续为我们嘉义乡亲打拼。这似乎是在吃白银豆腐吗？不过蓝白整合票要极大化，身为张启凯总干事的柯文哲已在南下助阵，就是因为白银市、嘉义市为新竹市以外的第2大选举重心，最后也会成为就会合成一个竞选团队，所以这没有问题这个但过程正在进行。那我今天来也是来处理这些事情。不过蓝营3月初才会正式提名，看来此刻真的先是兄弟登山，各自努力，蓝白要整合还得再等一下。那杰凯，蓝白会整合吗？嘉义市在嘉义市一定会整合，它会成为蓝白联手对抗绿的一个楷模。好，然后讲这个整合完之后，对以后2028年也是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贡献的。那昨天是柯文哲当我的总干事，第4次下去中 stay 了。大家一开始看到那个唱歌，那个唱歌那个场合非常特别那柯文哲唱到那个招牌曲《点旗》，旁边他站的那个歌星很有名，那个就是写歌。大家都叫是翁立友在唱，对不对？其实那个作词作曲就旁边那个非常有名姜志峰，那个画面是，所以嘉义人一直在鼓掌，一直在叫好。好，那昨天为什么讲说整合一定会是成功的？张柯文哲其实也带来一个好消息了等于说，知道吗？本来国民党是在嘉义市是有3个人是要选的，是这样，有2个很强很优质的这个市议员，那么后来他们会促整蓝白，他们现在原则上都不选了。那现在就剩一个翁寿良嘛，所以柯文哲给他讲好，我扁我得来我老姑让我好消息啦。第1次来有一个市议员就不选了，第2个，那他就说，那我们去劝那个，他已经上次劝过1次，他说我们再去劝那个翁寿良，劝1次。他昨天是第1次穿我那个。柯文哲是第1次穿我的一个那个总干事的那个背心，刚刚那个画面有看到，因为他上次去浮选的时候，他说你每个都有背心，我怎么没有？那个大佬那个指定中常委这个林富兰就赶快做了1件给他，他昨天就穿着那件衣服，然后我们去看了这个翁寿良然后翁寿良就跟我讲说，你们下一站是那个要去拜拜嘛，比大天宫，我早上50去3所在本南包啦，大天宫够救命啊，醒红别叫吊天宫弄有。然后翁寿良就跟我开口说他要去，我当时就说好啊，那一起。实际上是他要来了，我就邀他一起来，都很因为本来就是很好的朋友，这个发红包喜气也洋洋的。寿良本身也是一个很善良的人。那一天你看那个联访，大家都在问的很，包括什么经过啦，包括那个高关税高关税本来我在立法院就是我处理嘛，我在经济委员会嘛。柯文哲就说这个旗凯的专场，旗凯来打。讲完之后，记者去问寿良还说翁医师的公，哇，旗凯真的是很优质的这个立委。我说对了，我们这个团体非常欢迎加入我们，一起来打拼。所以在嘉义市，老讲民进党在嘉义市是真的很强，蓝绿也一定是要整合。我刚刚讲了，本来3个国民党的2个优质议员现在不选，那现在剩下1位嘛，我们尽快把它完成一个整合。所以我们现在是跟新北市在比赛啦，看国昌那边比较快，还是我这边比较快李四川如果现在开始下来，那国昌跟他是什么时候做民调？必要的话，我刚刚讲就是说，之前我们就已经谈好，就是在嘉义市一定是也是一样，最强的一个人出来，能够赢完美会的人出来。这是一个。那第2个，我们就是说请国民党，刚刚翁寿良也讲嘛，中央去协调，说中央如果有协调成功就 OK， 不行的话可能就尽快做一个民调了。我觉得嘉义市应该可能有机会比新北市还会快一点完成整合。去下再回来。
因为郑丽文除夕呢，那有到庙里面去啊。那另外呢，除夕要撞钟，他们是惯例要撞钟到法鼓山好像撞108下是吧？108下的钟哈。那开始是赖清德先撞，就每个人大概撞3下，这样反正轮流了，各种贵宾去嘛。那当郑丽文因为他们牵了一个红绳，每个人牵个红绳，然后所以红绳突然发抖了，所以邓查基说在旁边吓一跳，怎么抖起来？我怎么没抖？这么他的抖啊！所以呢，在过年期间，我看那个网络上啊，特别脆啊什么之类的，这个变成大家讨论最热烈的新闻，都在讨论，但正反有不同的意见嘛。对，正说好啊，这个神明就是祝福这个国民党啊，祝福国民党主席啊。那民进党就是不好啊，在那么一大堆，反正就是这种东西一定是各自解读、各自去讲嘛啊。有趣的在这里嘛所以呢，郑丽文手握的红绳突然上下抖动，那郑丽文记到瞪大双眼，赶紧重握，没多久呢又在抖，而且抖动的更强好像要从郑丽文的手上挣脱，所以呢，郑丽文说整个人差点向前扑那邓家基原来是新党的市议员，后来当了这个环保局长，后来当了这个考试委员那为什么会抖动？郑丽文就自己解释说，这是愿力，他唯有祝愿两岸和平带来两岸和平，不能打仗，一打仗生灵涂炭他说呢，当时的这个撞钟的仪式呢，民众仪式非常庄严，非常庄严，我也很感动。所以呢，当时大家都非常的谦卑，也非常的虔诚所以呢，希望所有的愿力能够为台湾带来祥和，为两岸带来和平那国民党的回应是说呢，感受到神明的感召，神明来感召他那说这本来是郑丽文跟神明之间的互动，其实外人很难知道。我晚上带赖世宝信基督教，晚上跟上帝祷告，他们到底怎么交谈？他不需要跟外人讲嘛，外人也不需要知道，不足为外人道。但是因为很多媒体都去问第二天听说大家都去问，所以呢，简要的回应简要的回应说他感受到神明的感召那另外呢，这个一段敲钟画面，一条突然晃动的绳子，全台在热议。韩国瑜说是有感应，要多行善。侯友宜说好运绵绵不断。你看，同样的好话都有不同的讲法那侯友宜讲的比较好，我觉得好运是绵绵不断的，每一个人马上好运，好运一直来绵绵不断。那另外呢，王陆说站的位置是关键。所以因为终身共振最强，这是从科学的工程的角度，赖世宝跟我都学机械的我们机械上最怕桥梁的共振，对，共振会断的，就桥会断就是震动，比如你汽车还没震动，然后桥本身也会震动，震动加震动，那个波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甚至有时候水管有时候水管所以会震，就是共振，怕这个东西。他们说郑丽文站的位置刚好是那个钟，因为已经到了108，最后响了，前面的震动绳子也会有能量所以反正这是这个可能比较讲得通，每个人有不同的讲法了所以呢，说是钟声这个时候呢，到了郑丽文的时候呢，共振最强所以跟对政党有没有什么偏好是无关的那时候民进党捡到大龙炮，所以呢，民进党党团书记长陈培宇就说呢，你郑丽文到底你跟神明是祈求台湾的民主，还是要共产党来变成集权？郑丽文自己最清楚，我觉得这就无聊了，这没有必要了。郑丽文再怎么样，他也不必讲这个，尤其过年大家讲好话所以联合报的黑白就在一根红绳，各自表述，有不同的讲法那网友就挖出来说，马英九也曾经去过法鼓山那个时候可能我就好像是圣严法师，那时候圣严可能还在。马英九拉断3次，绳子断了，结果那次他是高票当选了所以就很难讲。那是2008年嘛，因为等于是陈水扁8年这个任满了那接着马英九他说当时连续3次，当时是麻绳子被拉断，所以当时还蛮尴尬的。结果马英九那次700多万票拿到将60%的得票率当选总统而且呢，这个2012年第2次选举又连任所以当时气势还不错。我们看一下当时什么状况。
舞龙舞狮好奇伸手探头，国民党主席曾丽文主持新春团拜即刻开工，为立院党团加油。还有我们劳苦功高的副总召，再给他再一个最热烈的掌声，加油加油加油！国家需要你们，全台湾为台湾祷告，台湾会包括所有的外岛，咱都要全力打，拢总要来赢，好不好？发话年底大选横扫全台县市，曾丽文展现要赢的气势，但过年期间在法鼓山的祈福仪式，红绳抖动这一幕历历在目。抖动就是好运连绵不断，让我们每一个人马雄喝文一直来一直来。外国人呢、遇到快乐的事情、害怕的事情，头一拍 ，Oh my God！ 我们中华文化不是这样，我们说哦，我的天哪！我们是真正的有信仰，我们希望多多为善。在当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非常的虔诚，也非常的谦卑，也希望所有人的愿力能够为台湾带来祥和，为两岸带来和平。好，所以到底是生着的时候突然抖起来了，伟正怎么看？我不知道，不过当天看这个影片真的是觉得哇。真的是太特别了，怎么会这样？我们刚开始朋友在讨论说他是不是喝醉酒，可能隔天没醒。可是我说这不太可能，我觉得应该是在祈祷过程中，有时候你要放空，冥想的时候，有时候你进入一个空的状态，你会身体抖一下。可是后来再仔细看，不对，是绳子抖，不是人抖。然后想到到底怎么一回事，就没有办法去判断，没有办法去解释。所以这有时候是很悬啦。那当然我自己是没有很相信这个鬼神之说，不过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当然也会觉得哇，这可能冥冥之中可能有很多的在后面可能是希望要请他表达一些什么诉求等等的。可能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意念，可能灌注在那个绳子里面。毕竟法鼓山是一个非常非常庄严的一个佛家的这个地方。那当然我们还是要看跟中国之间，当然还是不要好了。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在最开头讲到伊朗嘛，大家要知道，伊朗其实是提供中国很多便宜能源的一个国家。那伊朗如果一旦动荡的话，中国当然第一，它的经济一定会很惨啊，那它的物价一定会飙涨啊，那这个制造成本都会上升，对它来说是不可承受之重。所以在这个时刻，跟中国最好站远一点，那可能对台湾的经济会比较好。那季凯，法鼓山啊，我民国85年就去那边禅修，是还是洪秀柱带我去禅修啊，去禅修。我那时候在中国时报当记者，洪秀柱说第一期去参加那个精英禅修营很好，那几天？第二期就介绍我去。几天？他号称禅期了，实际上是5天呐，5天。那这我们不禁语哦，都完全不能讲话。然后这个5天都不讲话，5天完全禁语，手机全部都收起来。然后到最后一天，我到现在印象很深刻，圣严师傅还开示我们一个，他说你们一定有想过说。第一天进来想说，哦，我的手机都不见了啊！我这么重要，有一些大老板、一些重要的这个领袖都在这边。你现在没有发现5天都不在，地球转得很好，搞不好你公司那个股票都上升了。我记得圣严师傅这样开示我们。那5天师傅教我们怎么打坐，怎么静心。然后这个法鼓山每年这个庄重是非常非常殊胜、非常庄严的。当然之前我们已经注意到那个马英九，那次我们已经很多的很多议论。那这一次我特别去看那个画面。那不是抖动哦，不是那个立文去抖动，是那个绳子先动，然后你再看到立文去抓它，它是2次了哈。当然有两种可能，一种就是比较科学性，刚讲的就共振了，那一种是神学。现在常听到比较神学的共振比较没意思了，比较没有意思。大家觉得神学那种各自那个书啊看起来，那我比较一定给他比较正面的一个想法，因为立文后来讲说，他那时候的整个那个心愿。是确实，台湾现在很多人是担心两岸战争的，他一直在祈求说希望是可以走向这个和平。我也愿意往这个方向去讲，那个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灵动。那我们也希望说他的这个立文的这个期待是可以实现的，两岸避免有战争，然后走向和平。那佑明，你去过法鼓山没？哦，当然去了，而且我还是在那个选区选过啊，所以那边我虽然还蛮常去。我的意思是说。其实像我们选举过的政治人物，都知道经常去拜拜，这是很常的事情。那拜拜的时候呢，有一些大家是共识的啊，譬如说你在拜的时候，他换楼啊，好，就突然那个火这样子，哇，那这就表示你运气很旺哦，对你来讲是好处。可是呢，像这次这个绳子这个抖动呢，这真的很罕见。好，我必须说，我这么常去，我都很罕见。可是说实在，我相信对当事人来讲，不管他那个解释是科学性的还是当时是什么感应，可是对当事人来讲，我不晓得其他几位怎么样。起码我不管去拜什么庙的时候，我这几年呢，我一定求两岸和平，因为我觉得没有比两岸和平呢，当你在静下心来面对的时候呢，你觉得重中之重，因为其他的事情都是可以努力的嘛。
譬如说，我们希望经济好。对不对？这是可以努力的啊，打给怕饼啊，我们继续更投入努力啊，我们大家继续那个、啊，它是，可是两岸呢，真的如果一旦和平不在，一旦发生战争，大家都根本玩转 K 了了啊，什么都没了嘛。所以我自己也是这样啊，这几年来，我只要去到庙里，不管是自己做候选人，陪伴其他的人去，或者去那，我一定祈求两岸和平嘛。所以你从一个当事人的角度，如果在你现场发生了你并没有经历过的事情，你一定觉得说，我这么诚心的祈求呢，有得到某种的回应嘛？就说华府谷山的圣严法师，我跟他很好。他活着的时候，曾经跟他的徒弟两个，他那时候提倡生活环保，对，特别他亲自用毛笔字写了2个大的匾，他跟他徒弟扛着送到环保署来给我，我就很感动啊。对。那我后来就离开政坛，有一天他跟我讲说，来，你来看看我们那个过年的那个参拜情况。我就跟他在台北市租了一个学校，我一进去我吓一跳，操场上满满都是信徒哎，他就在那上面那个礼堂里面，他坐在那个台上，每个信徒就来给他跪拜，然后奉献呢，跪拜奉献呢，真的很虔诚啊。就法鼓山的信众真的很多来。智仁怎么看？我觉得在这个除夕的时候，在那个钟声之下面，每个人所心中一定是非常的平和，所祈求的一定就是国泰民安、风调雨顺，这是毋庸置疑的嘛。所以我觉得民进党这个跟我还蛮熟的陈培瑜干事长，倒可不用讲说你到底是要独裁还是要和平。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说法完全是不符合逻辑啊。所以说，我相信主席在那个当下一定是。希望这个台湾社会绝对会是好，这是之秒。那对我来说的话，我还是比较相信科学啊。终于刚刚你们讲了一个共振，解决了我的一个疑问啊。那即使不是这样子的话，我也不会太去做过多的一个联想。虽然大家认为说把它赋予任何玄的神的这样因素里面，会有引发很多的讨论。因为我就看过很多政治人物，明明在拜拜的时候是花楼，但是问题那个人也是落选啊。然后呢，我也看到有非常多公安诺靠其追伊马西波算掉啊，所以我就觉得对我来说。已经亲眼看过太多这样的一个例子了，所以我只能说，这个状况之下面，还是我相信大家在那个神圣的钟鼓之下，一定都还是希望世界和平，大家都平安。那么这样子在过年期间呢，发生任何事情，大家都应该尽量的说好话啦。不要忘了，说好话，做好事，做好事嘛！不要忘了，这过年的时候，有人就摔破杯子岁岁平安，对不对？那你刚刚讲的说，我们也看到有些说，换楼怎么样也没有当选。最近有一个立委苗栗县的刚过世，他后来决定怎么出选，他怎么上来的？他跟另外一个苗栗2个人呢，民调差不多，怎么样？比这个我不会。我不会啊！我不会，一比他赢，他就出来了就出来